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咱们来聊一下关于在印度投资的事情。因为在咱们中国有一家公司叫宝变电器，在这个印度吭哧干了10几年呀，结果算是给咱们好好上了一课。在这个印度投资那简直就是个坑啊！大概在13年前吧，宝变电器那会儿可牛气了跑到这个印度去想着咱们是拥有技术去帮这个印度扶贫。让这个印度老百姓也能用上咱们的好东西让那边的城市也亮堂起来，电力杠杠的，听着是不是美滋滋的？结果呢，今年这个宝变电器竟然1.73亿就把他们在这个印度子公司90%的股份给卖了，就跟白送差不多，直接从这个印度市场拜拜了您嘞！你说这个宝变电器在这个印度辛辛苦苦干了10几年最后灰溜溜的吃了这么大一亏，被踢出局，你说图啥呀？真让人想不通啊！这个5月29号那天宝变电器发了个声明，说把这个印度子公司的股份转给印度公司了，90%的股份就卖了1.73亿元。你想想，这个宝变电器整个公司的市值现在还有160多亿呢，怎么就混成这样了？把子公司不到1%市值的价格给卖了呢？宝变电器这次在这个印度彻底玩完说白了就是这个印度那边对咱们中国技术的一场收割。他们先把咱们这个技术给学到手，然后就用各种政策各种手段把你宝变电器给挤出去。其实这种白眼狼的事情印度人可没少干，这个咱们后面再说。先说这个宝变电器这边的情况可能有人会想，这国家咋不帮忙总公司咋不拉一把直接把子公司给卖了多亏首先宝变电器虽然是咱们的国企，但他们在这个印度这家子公司那是真的不好直接插手。你想这个工厂建在这个印度的地盘上，你要是以这个国家的名誉去直接干预吧，那性质又变了呀。总的来说就是困难太多了，而且这个效果其实也不大，所以没必要折腾。再说了宝变电器在这个印度运营了10几年被印度人挤兑之后，难道不想跟这个印度人再磨一磨，尽量挽回点损失吗？我觉得这个想法肯定是有的但是它那个现实太复杂了，那不是你想磨就能磨的宝变电器这个10来年可没少给印度培养技术人才包括什么高管啦、工程师啦，好多这个印度员工在宝变学成了，都跳槽到印度的本土企业去了，根本就没留在宝变继续干活。就这么一来这个宝变电器各种核心的技术就这么被这个印度本土企业给偷师了。你想像印度这种民族自信心爆棚的国家那肯定是更喜欢自己国家的企业而不是外国的企业。所以宝变电器的技术价值被这个印度人榨干了之后就2条路那要么就是主动退出反正你也挣不到什么钱了，要么就是继续留在印度苟延残喘年年亏损，还要给人家做技术扶贫，等于是给人当了嫁衣。这怎么选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吧？如果你继续赖在这个印度想分一杯羹，那宝变电器就必须把这个报价压到最低才行。可问题是在印度本来就挣不到啥钱，这么干不就是本末倒置吗？要知道这个印度本土公司比咱们外资企业有个最大的优势，那就是人力成本低大量的低种性廉价劳工涌入这个印度的本土公司，你别说是质量了你光用这个人海战术就能把这个宝变电器挤到市场的角落里。所以说实话，这个宝变电器这次能割肉卖本是挺疼的，但其实也是没办法的事因为你这样子继续耗下去对他们来说是绝对没有好处的在这个印度搞投资到底有多难，可能很多老板心里面都清楚，特别是在印度投资过的几乎就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我给你举2个例子。首先是这个上海电器在2008年的时候在印度建了个电站，本来也是好心好意去跟人家谈生意的，结果这个印度人不光是拖欠这个工程款还反咬一口，说咱们的设备有问题，直接找这个上海电器索赔21亿。你说是气人不气人还有就是这个雷军的小米公司在印度业务做的挺好的，结果这个印度人不知道哪根筋又搭错了，直接把小米印度分部的6.8亿美元的资产给冻结了，然后又让这个小米交10亿美金的罚款，这简直就是连吃带拿上面这2个例子不过是咱们中国企业在这个印度投资遭遇的冰山一角。那不光是中国，就像这个韩国的三星、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都曾经被印度坑过而且这个手法都差不多。凡是在这个印度运营的外资企业都得被这个印度人这样的割韭菜那这一套流程下来
等于你把这个技术和这个钱都弄到他们手里了，这印度人就会找到各种理由查税了、罚款了、冻结资产了，逼得你不得不从这个印度市场走人。恐怕以后没人敢去印度投资了，一连刀下去，让三星几乎1年白干。印度财政部对三星开出了震惊全球的 6.01 亿美元罚单，相当于三星印度公司净利润的 63%。三星辛辛苦苦在印度一年挣了 9.55 亿美元，被印度财政部顶上，要求补交税款和罚款，合计 6.01 亿美元。谁也别想把印度挣的钱带走，基本上都被罚走了。印度的秋后算账式的监管具有鲜明的特征，首先利用复杂税制制造合规模糊地带，待企业完成市场培育进入盈利期后，再以逃税名义追诉处罚。英国电信巨头沃达丰的26亿美元税案，凯恩能源的52亿美元税务纠纷，都印证了这种养肥再杀的监管逻辑。中国企业在印度遭遇的各种罚款，更是让人瞠目结舌。自2020年中印边境冲突后，印度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下架267款中国 APP， 并对手机产业链展开全面围剿。小米48亿资产遭冻结事件成为典型样本，印度执法局以非法汇款为由扣押资金，却始终未能提供确凿证据。这种先扣钱后找罪的执法方式，导致 vivo 被冻结 3.9 亿元， OPPO 追缴37亿元等系列案件。更值得警惕的是，印度针对中企的审查已形成制度性歧视。2023年生效的电信法案要求设备供应商必须披露核心技术细节，而中国企业的工厂突袭检查频率是其他国家的3倍，而且还必须要求印度高管在中资企业中占有较高的比例。2021年以后， 90% 在印中企遭遇过非正常税务稽查。印度政府的罚款财政行为正在引发资本大规模撤离。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23年印度 FDI 同比下降 27%， 创15年来最大跌幅。曾经雄心勃勃的跨国公司开始战略收缩，哈雷戴维森关闭工厂，美队力削减 75% 产能，特斯拉无限期推迟建厂计划，就连深耕印度30年的三星，也在被罚后宣布暂停200亿美元的芯片投资。这时候可能就有人要问了，印度人这么厉害敢对每个国家都这么玩吗？这印度市场哪里算是市场这不就是个土匪窝吗？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有句话叫天高皇帝远，你在南亚这片地方搞投资，还真就绕不开印度这个国家，你也没办法去管，因为人家就是现实版的南亚小霸王可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偏偏这个印度就是个不讲规矩、不讲信誉的国家，人家就是要偷你的技术、偷你的钱，等你反应过来想脱手的时候他们还要再薅你一把羊毛，至少得再罚一点款才让你走人。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在印度这个粪坑里遭遇了不公平的对待，现在世界上有很多这个国家可能也都看清了这个印度人的真面目。到时候如果真没有国家愿意去印度投资了，估计莫迪老仙才会真正想办法去解决国内外资企业的困境吧。不得不说这个宝变电器这次变卖股份那真是亏得姥姥家里13年在印度那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钱没挣到不说，还把一部分的技术泄露给了人家，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你现在还觉得这个印度是个值得投资的地方吗？好了，今天就唠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